在上一集，我們親手埋葬了舊世代的勞動力。我們討論的是飯碗，誰有工作，誰沒有工作，誰能夠繼續幹下去。但是這一集我們要埋葬的是舊時代的權力格局，誰掌握權力，誰定義規則，誰能夠決定文明的走向。我們將要面對的是什麼呢？是經濟學大廈的坍塌， GDP 這個概念的正式入土，按勞分配向按算力分配的這個驚險的跳躍。還有那一個最終極的拷問，就是在中美這樣一場以100年為尺度的博弈當中，誰能夠率先完成從碳基民主到硅基共和的文明的演化。在這個認知重構的過程當中，我們將會徹底刷新您對於人類整個文明秩序的理解。我們在文明的血栓這個視頻當中曾經講述過，基於已經搭建好的龐大的能源跟基建的骨架，中國正在瘋狂的制造硅基勞動力來應對碳基人口的坍塌。這個骨架也就是能源跟基建有了以後，肌肉這個硅基勞動力也有了。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的腦子裡面到底在想什麼？他遵循的是誰的規則？他還需要聽從人類的命令嗎？在未來社會這樣一種極度通縮的預期底下，還會發生2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第一個就是投資徹底停滯，企業投資是為了在未來能夠賺錢，但是如果大家都預期明年的東西會比今年要便宜一半，而後年甚至是完全免費，那還有誰現在會去投資建廠呢？所以這個資本會瞬間冰凍。其次是政府破產，那現在的政府靠什麼活着？稅收，個人所得稅啊，消費稅啊，增值稅，所有這些。那如果 AI 完全取代了人類來工作，沒有人領工資了，也就沒有個稅的基礎。那如果商品的價格是完全趨近於零，那消費稅跟增值稅也沒了。那政府的財政收入會在瞬間枯竭，這個就是所謂的富足當中的貧窮。物質基礎是極其的富足，但組織社會運行的舊系統是徹底癱瘓了。那面對生產過剩與消費枯竭的這麼一個死局，我們到底應該怎麼來破這個局呢？傳統的改良主義的這個補改已經沒有什麼大用了。為了避免這個社會徹底崩盤，我們就必須對維持了幾百年的貨幣跟財政體系進行一場開胸手術。這件事情的核心在於打破對於債務的迷失，政府可能需要重新直接創造貨幣，也就是俗稱的直升飛機來撒錢，或者是實施那個已經被討論了無數次的概念——全民基本收入 UBI。UBI 這個事情的概念不僅僅是發錢這麼簡單，它實際上是在重新定義錢的流向。那未來的政府，它這個稅收邏輯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顛覆，不會再只盯着人的工資，因為基本上沒有什麼人需要去領這個工資了，而是盯着機器人跟 AI。未来的政府可能需要徵收機器人稅，或者是自動化 AI 的股息。那既然是超級人工智能可以創造絕大部分的財富，那麼就必須要從它創造的這個產出當中切出一塊作為全人類的紅利。未來的10幾年 UBI 將有可能會從一個激進的科幻的概念變成是各國政府不得不實施的保命政策。政府把 UBI 發給失去工作的人類，這個不僅僅只是為了讓這些人活着，更是為了讓人類繼續充當消費者這個角色。那這件事情更重要，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人類的社會功能會徹底發生改變，工作不再是你的義務，消費才是你對於這個經濟體最大的貢獻。這個是變革初期的邏輯，但是隨着商品的價格無限趨近於零之後，企業的利潤也會趨近於零，那零的稅率還是零，政府可能完全會收不到稅，那到時候到底怎麼樣拿去發这個 UBI 呢？所以最終要活過這15年的地獄過渡期，人類文明
還是要進行2次非常慘烈的開胸心臟手術。第一個手術是現代版的債務大赦。當社會的債務累積到數學上沒辦法償還的時候，唯一的辦法就只能夠是一鍵重置。或許會在2030年代的某一個時間節點上，全球主要的經濟體他們有可能會不得不聯合宣布會核銷個人與家庭的生存性的債務。這個不是為了政府做慈善，而是為了防止社會暴動。因為在一個預期一定會通縮的世界裡面，強行要求人類用肉體勞動去償還基於舊世界泡沫的這些債務，基本上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我們已經在上期的視頻給大家詳細的分析過了。但是這件事情呢，只能夠是止血。最根本的是第2個手術，就是貨幣錨點的切換，必須要從信貸本位轉向是能量本位。未來的貨幣它不再能夠錨定於人類對於某一個貨幣的信心，它必須要錨定於唯一稀缺的東西，就是能量與算力。政府發給你的 UBI 不再是泛濫的法幣，而是一張張的算力通行證，或者我們可以理解成電票。那每一個單位的通行證直接對應數據中心裡面的1度電，或者是一個單位，比如說1000萬億次浮點運算的算力。那這個邏輯一變的話，所有的一切就通了。由國家掌控了核聚變電站跟超算中心，也就掌握了財富的源頭，可以直接發行算力券給他的國民，然後國民呢用這個券來兌換機器人的服務，機器人的公司回收這些券來支付電費跟算力的費用，維持日常的運轉。整個的閉環當中不需要稅收，政府不需要從枯竭的民間來抽血，因為政府已經掌握了唯一的造血機器，也就是印鈔機跟發電機變成的是同一台機器，所以整個的社會契約也是徹底改變了。你不再是納稅人，因為你沒有錢可以去納這個稅，你是國家算力的工廠股東。你領取的不是救濟金，而是自動化體系產生的數字分紅。但是朋友們，請大家盯住這個邏輯的背面。那如果算力真的是變成的是未來的貨幣，那如果數據中心变成的是未來的印鈔廠，那麼誰能夠真正掌握算力的生產端，誰就會擁有了在這個星球上發行貨幣的最高特權。這個就不再只是簡單的發福利的問題了，這個是一扇通往新世界權力格局的大門。在現在這個舊世界裡面，大家是在爭奪領土、爭奪石油，是為了爭奪生存的空間和能源。而將來爭奪算力，就是在爭奪定義權跟鑄幣權。這個勢必將會導致一個全新的方程式的誕生。在新世界裡面，國家的實力等於算力的規模乘以算法的效率乘以數據的質量，然後再除以能源的成本。在這個新的國家實力的公式裡面，算力規模是唯一的硬約束。當算力成為生產智能的唯一要素的時候，擁有算力儲備，比如說囤積 H200， 等同於擁有未來的勞動生產率。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國家級的主權基金，他們除了投資公司以外，現在已經開始直接投資 GPU 的集群。我們可以想象一下2040年代的世界地圖，國界線雖然還在，但真正清晰的是那些由晶圓廠、超算中心跟特高壓電網構成的是算力版圖。那這些超級晶圓廠，無論是台積電還是英特爾還是西部數據或者是阿斯麥，他們會是21世紀的美聯儲，也會是21世紀的霍爾木茲海峽。圍繞這些超級節點，大國將會部署最密集的防空系統跟最精銳的部隊。因為一旦這些工廠停擺，哪怕只有那麼幾秒鐘，你的國家不僅僅只是斷網而已，而是斷財，而是認知進化的速度瞬間掉隊。在
指數級增長的時代，你落後這麼幾秒鐘，可能也就意味着落後了整整1個世紀。這個就是算力主權的殘酷真相。只要掌握了算力，你就掌握了國家的靈魂，也就掌握了全人類的錢包。所以現在大家應該能夠明白為什麼台積電會成為中美必爭的聖物了吧？但也很可惜，這個聖物最終台灣自己應該是守不住的。而這樣一種爭奪也將會導致全球化體系的徹底撕裂與重組。現在的芯片禁令到了2040年代，有可能會演變成一套精密的、讓人窒息的全球算力的治理體系，而這個將會催生一種全新的國際等級的制度，3級的世界。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貧富差距而已，這是一種新時代的數字種姓制度。我們看到第一個層級 Tier 1是神權的國度，這個是中美2個超級大國及其最核心圈的盟友，他們擁有不受限的頂級芯片，掌握着 AI 的根目錄，他們是規則的制定者，是智能的輸出者。生活在這些國家的人民雖然依然存在貧富差距，但是他們整體上享受着醫療壽命跟物質極大豐富的紅利。而第二個層級 Tier 2是數字的佃農，這是那些不那麼重要的附庸國，比如說大部分都是一些中東啊、中亞的國家，他們被禁止擁有高端的算力，只能夠像租賃雲服務一樣，向 Tier 1的國家來租賃算力，但他們的使用量會被嚴格的配額，而所有的操作都在 Tier 1國家的這個算法監控底下。這是一種新型的數字殖民，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宗主國的服務器裡面。而第3個層級是被折疊的荒原，這個是最慘烈被制裁的或者是被遺忘的國家跟地區，比如說部分的非洲或者是戰亂地帶。這些地方的人民，他們被物理切斷了通往未來的路，沒有 AI 醫生，沒有智能農業，甚至連像樣的網絡都會被剝奪。這個已經不再是窮國跟富國之間的差距，某種意義上是物種差距。當 Tier 1的這些人類在考慮意識上傳跟永生的時候， Tier 3的這些人，他們還在為基本的溫飽在掙扎，是完全生活在2個不同維度的物種。這個就是2040年代的底色，一個由硅基算力暴力劃分的階級，這是一個殘酷的折疊的世界。現在你應該知道，如果要選擇不同的移民國家，對於將來，對於您的下一代到底意味着什麼？那為什麼中美現在要打算力仗？那如果 AGI 在2040年代才來的話，大家其實還可以慢慢談，但如果 AGI 在2028年就會來，現在的每一天都是倒計時。而預測市場的數據也顯示，公眾跟專家他們普遍對於 AGI 的到來的預期中位數已經提前到了2031年，而在2027年是出現了峰值。而除了人為的封鎖之外，2040年代的算力擴張還將會撞上一堵不可逾越的牆，也就是物理學的定律。這個涉及到一個非常硬核但鮮有人提及的概念，叫做熱力學地緣政治。隨着 AI 模型越來越龐大，人類社會將會進入一個高能耗的時代。到了2040年代，訓練一個頂級的超級智能的模型，其瞬間峰值的能耗可能會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全年的用電量。能源的安全會直接等同於算力安全，等同於國家安全。而那些擁有豐富的水電、地熱或者率先掌握可控核聚變或者是太空電站技術的國家，他们可以原地起飛，技術爆炸，地位會一夜之間飆升。中國在特高壓輸電跟新能源上的提前布局，正是為了應對這樣一場能源飢渴症。哪怕國內現在的電力已經完全夠用，中國依然不惜一切代價上馬亞江超級電站。您現在是不是對這個事情多了一點理解？而比發電量更難的其實是散熱。
現代的高端 GPU 的集群就是一個巨大的永不停歇的發熱怪獸。傳統的那些風能啊、液冷技術其實正在逼近物理的極限。這裡面有一個物理學的黃金法則，叫做南道爾極限。我們知道，插出1個比特的信息必然會釋放出一定量的熱量。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計算在本質上就是熵增。無論這個 AI 多麼聰明，無論算法如何優化，只要它在思考，它就一定會發熱。所以未來的 GDP 的增長將會直接等同於廢熱排放的增長。科學家做過一個預測，按照起點時代的算力增長率，如果我們把地球上的算力全數運轉，短短幾百年以內，計算機產生的廢熱將會超過太陽照射到地球的能量總和。到那個時候，光是服務器散發出來的熱量就足以讓地球的海洋沸騰，大氣層崩潰。所以限制人類文明天花板的或許不是金錢，不是購買力，甚至也未必是能源本身，反倒有可能是散熱能力。所以这就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閉環。在文明的血栓這個視頻當中，我們講了物理上的能量獲取，包括發電站，包括特高壓輸電線路，包括核聚變或者是太空電站等等。然後我們在上一集視頻講了生物上的硅碳置換，比如說機器人替代人口。而現在這兩條線匯聚到了這個地方，叫做熱力學主權。誰能夠發最多的電，比如說中國模式，誰能夠最快最經濟的散熱，比如說去到极地或者深海來布局，誰就能夠運行地表最強大的單一體大腦。因為這個變化首先會爆發的就是水資源的戰爭，因為傳統的陸地的數據中心是吞噬水資源的巨獸，但是這麼有限的水資源到底應該用來澆灌莊稼讓人吃飽飯，還是用來冷卻 GPU 讓 AI 來思考呢？這個會是碳基生存與硅基進化的直接對撞。所以人類開始向極端的環境進軍，極地的戰略變得至關重要。北極跟南極因為天然的低溫，一定會成為部署超大型數據中心的黃金地段。利用極地的冷風自然冷卻，這個散熱的效率極高。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美國對於格陵蘭島或者是加拿大北極地區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戰略興趣。這個不單單只是為了戰略的緩衝，也不單單只是為了稀土跟礦產，這個更是為了未來的熱力學的主權。當然除了極地還有深海，比如說微軟的海底數據中心的實驗，在未來有可能會徹底的規模化。沿海地區的強國，他們也會爭相在自己的專屬經濟區的海底部署密封的數據中心，因為那裡有無盡的高比熱容的海水來帶走熱量。而未來的海軍，他們也會多出一項職責，就是要保衛那些靜靜躺在海底，通過粗大的電纜支撐着國家智慧的深海大佬。而最終人類的目光一定會投向太空。那如果我們一直盯着這樣一張二維平面的世界地圖來看的話，你大概不太能夠看懂2040年代的世界。那現在我們把視角從平面的二維抬升一個維度，陸地上的權力重組或許只是一個表象，而整個地緣政治的拓扑結構正在發生一場類似地殼運動一般的巨變。而這個地方我們要引入一個非常前衛的理論，本傑明·布拉頓提出的堆戰。如果我們嘗試把這個世界想象成是一個巨大的垂直堆疊的三明治，那麼最底層是地球這個物理實體，然後往上依次是雲端、城市、地址、界面，最頂層才是用戶。在這麼一個模型裡面，每一個層級都有一個獨立的戰場。試設想一下2040年代的某一天，你坐在德國柏林的一家咖啡館裡面，你的肉身毫無疑問是置身於德國境內，受到德國法律的管轄。
但你的手機連着美國的星鏈衛星，所以在雲層跟數據的管轄權上，你其實是身處美國的領地。你用的設備可能是中國製造的，所以在地址層跟硬件標準上，你又是中國的技術生態的一部分。而你眼前的 AR 眼鏡裡面彈出來的新聞，可能是有一個去中心化的 DAO 算法來推送的。所以在這麼一個場景裡面，請問這個用戶他究竟是屬於哪一個國家的主權範圍呢？事實上，這個用戶的存在是被從垂直方向切分了很多的維度。在堆栈的邏輯裡頭，這個用戶不再簡單的是屬於某一個護照上的國家的公民。這個數字的用戶，它被分解成了不同的碎片，它散落在不同的國家的這個主權領地裡頭。而這樣一種撕裂正在催生一個比較不那麼讓人樂觀的後果，就叫做分裂網。那未來的互聯網有可能會形成2個或者是多個相互隔絕的網絡體系。那這裡頭有2個完全不同的協議標準。TCP/IP 就是現有的互聯網協議，它的基因是生存，它的設計初衷是哪怕核戰爆發，網絡它也能夠自動繞過損壞的節點，它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這麼一個荒野。而以 New IP 為代表的這些新型的網絡架構的基因是治理，它強調的是確定性，說的更加直白一點，就是它允許中心節點擁有上帝視角，它具備直接切斷特定用戶物理連接的能力。那所以如果未來的世界一部分是沿用舊有的協議，而另外一部分切換到 New IP 的話，那這個就不再是防火牆屏蔽幾個網站的問題了，這會是2種完全不同的物理規則，就好像一部分人講的英語，而另外一部分人在講外星語言一樣。New IP 它是證明了主權的概念正在向網絡的協議層下沉，一旦這個網絡分裂之後，這2個不同數字帝國之間將不再互相溝通。你發出的郵件對方可能根本就收不到，而你的貨幣对方根本就沒辦法識別。而通過重寫地址的規則，國家現在可以重新確立在數字空間的主權邊界，這個或許才是真正無法逾越的數字鐵幕，一道看不見但物理上沒辦法逾越的代碼的高牆。而在這樣一種邏輯底下，地緣政治的這個距離，它的定義也會被徹底改寫。比如說，中國和印度在地緣政治上，在地理上是山水相連，但是在數字拓扑當中，因為應用生態跟協議的完全隔離，它們之間可能會相隔幾光年之遠。而反過來，五眼聯盟的國家雖然隔着太平洋，但是通過海底的光纜跟共享的 AI 協議，他們在數字的世界裡面有可能是住在同一個房間的室友。更有趣的是，我們看到了主權飞地的出現，比如說微軟它在歐洲搞了一個主權雲，那這個實際上是在別人的土地上用代碼圈出了一塊它享有數字治外法權的租界。而這個也導致了一個非常顯著的趨勢，就是在物質化。那各個國家的政府都意識到了雲端這個事情啊，實在是太虛無縹緲了。那如果你的國家的大佬跑在別人的服務器上，那危機時刻對方只要敲出一行代碼，你的金融系統、你的電力網絡就會瞬間腦死亡。所以必須要搞運算駐留，也就是把數據中心像修碉堡一樣強行搬回自己的國內。那原先曾經在全球化時代暢想的無比美好的雲計算，現在也正在從一種商業服務變成是一場鋼筋混凝土的軍備競賽。所以全球的 AI 競爭已經從軟件層面的這個算法競賽，轉變為以能源跟地理為核心的重資產的競賽。其中一個後果就是基礎設施日益堡壘化。那為什麼未來的算力一定會進入太空呢？就連馬斯克他自己也承認，把 AI 數據中心直接發射到太空是無腦的選擇，因為那裡有24小時不間斷的強烈的陽光，這個是無限的免費能源。
還有的就是接近於絕對零度的升空的背景，這個是無限的免費的散熱的能力。而在地面上，尤其是在美國，能源的瓶頸已經出現了。馬斯克也在訪談當中承認，當美國的電力增長陷入停滯的時候，中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建設核電跟太陽能。連硅谷鋼鐵俠都已經看清了現在的局勢，就是誰掌握了更廉價的焦耳，就是能量，誰就能夠掌握未來的比特，也就是智能。而貝索斯跟馬斯克他們都在爭先恐後的推進軌道數據中心的計劃，也就是把高能耗的 AI 運算都搬到地球軌道上。而超級大國們也已經開始瘋狂的把數據中心往天上搬，把國家大佬的備份放在天上，既可以規避地球上的法律糾紛跟能源危機，更可以獲得一種物理上的絕對的隔離。但也正因為這樣一場爭先恐後的競賽，太空也會變得前所未有的脆弱，變成是一個終極高地。我们要知道，太空不是空蕩蕩的公共泳池，太空也是有地形的，而这個地形是由重力來決定的。誰能夠控制重力井的邊緣，誰就能夠扼守太陽系的咽喉。到了2040年代，地緣博弈的焦點將會鎖定在地月空間，特別是那些被稱之為拉格朗日點的位置。這幾個點是引力的平衡點，是宇宙當中的黃金停車位。飛船停在這個地方幾乎不費任何燃料，而控制了 L1 點，你就卡住了地球通往月球的必經之路；控制了 L2 點，你就擁有了地球背面的永久監視權。這個是完美的隱蔽基地。這就好比21世紀的馬六甲海峽或者是直布羅陀海峽，中美兩個大國，他們一定會圍繞 L1、L2 這些點部署武裝的空間站跟傳感器的網絡，所以這一定會引出一個最後的終極威懾，也就是太空的焦土戰略，或者是著名的凱斯勒效應。如果一個比較弱勢的國家，他們在太空戰爭當中被逼入絕境，那他不需要一定要戰勝對手，他只需要發射導彈炸毀幾顆低軌的衛星，而爆炸產生的碎片會像子彈一樣擊碎其他的衛星，這樣會引發連鎖反應，瞬間製造出包裹整個地球的碎片雲。那結果是什麼？結果就是全人類會被徹底鎖死在地球上，幾百年以內誰都別想飛出大氣層，所有的 GPS 氣象軍事偵察衛星通信的網絡全部報廢。最後的結果就是要麼咱們是共同開發星辰大海，要麼就一起在地球的牢籠裡面腐爛。那在這個算力為王、能源作為基礎的非常殘酷的新世界裡面，大國競爭的終極目標到底是什麼呢？是像以前那樣追求一種勢均？是像以前那樣追求一種勢力均衡嗎？其實不是的。2040年代以後的博弈的邏輯只有一個，就是贏家通吃。那正如我們在文明的血栓這個視頻當中分析過一樣， AI 它是需要跑在石頭上的。中國控制了家和者，也就控制了單一體的肉身的構建權。從物理的礦產到人口的替代，再到今天的算力霸權，這三步棋缺一不可。而這背後有一個核心概念，叫做決定性的戰略優勢。在傳統戰爭當中，如果你有1000輛坦克，我有800輛的話，那麼我還可以通過戰術、地形，然後跟你進行周旋。但是在智能時代，力量的對比是指數級別的。如果我的 AI 在決策速度、武器研發的速度上比你快10倍，那這個不單單只是數量的優勢，這個會是維度上的碾壓。而擁有決定性戰略優勢的一方，它將會不可避免地建立起一種被稱之為單一體的全球秩序。那為什麼說這個是必然的呢？這是因為遞歸自我改進。很多人以為，當一個國家的這個 AI 強大到可以自己設計下一代 AI， 這樣一些場景看起來還是幾十年之後才會發生的科幻電影的情節。但是各位，我告訴你們，黃仁勳剛剛直接攤牌了，未來已經是現在進行時了。就在幾天以前，他親口承認說，如果沒有 AI， 英偉達
現在可能已經造不出芯片了。為什麼呢？因為摩爾定律現在已經逼近了極限，芯片架構的設計可能性就像是一個無窮無盡的迷宮。如果讓人類的工程師去探索，那這個成本高得嚇人，這個效率低到不能夠接受，根本就不現實。現在的英偉達他們是怎麼樣運轉的呢？白天當碳基工程師下班回家以後，在晚上千萬個 AI 他們會接管這些工作，他們會在虛擬的世界裡面不眠不休的測試海量的設計方案，尋找最優解。結果就是下一代 AI 芯片的性能更高，能耗更低，而且不仅仅只是硬件而已，甚至連写代碼、抓 bug 這些軟件的工作，現在在英偉達也是完全交給了 AI。AI 它们不僅能夠找出 bug， 而且還能夠直接精準的定位到底是誰，哪一個人類的工程師寫出了如此爛的代碼，然後自動派單讓他去修改。黃仁勳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把英偉達整個公司都變成是一個巨型的 AI。 那各位聽懂了這背後的含金量了嗎？這代表着 AI 的算力增長已經不再完全依賴人類的脑容量限制了， AI 正在用上一代自己的算力來設計下一代更聰明的自己。而一旦跨過這個臨界點之後，當 AI 強大到可以自己設計下一代 AI 的時候，這樣一種進步的速度會呈現垂直拉升。第二名將會沒有任何意義。一旦第一名出現以後，利用巨大的技術代差，它有能力在幾秒鐘之內就能夠解除對手所有的武裝，無論是核發射井還是網絡的防禦體系都會瞬間癱瘓。所以在這樣一個 AI 的遊戲當中，只有冠軍和奴隸，沒有亞軍的位置。所以對於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來說，擺在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而且都是非常極端的選擇。第一條路是支配主義，我們必須要拼了命的去奔跑，必須要做這個第一名。為了這個目標，中美必須要犧牲經濟、犧牲環境，甚至發動預防性的戰爭，把對方扼殺在搖籃裡面。因為如果我做不到單一體的話，對方一定會做。第二條路是限制主義，這個並非完全等同於和平主義，而是認為這個超級智能本身就是最大的威脅，無論是誰先造出來，人類都勢必會完蛋。所以中美必須要聯合起來，建立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全球組織，來封殺所有可能通向超級智能的研究。但我們在之前曾經論述過，人類將會面臨的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博弈論的死結，因為這是一個贏家通吃的遊戲。如果對手先搞出來，你不是落後，而是直接滅亡。所以作為一個理性的遊戲參與者，哪怕明明知道前面是懸崖，你也不能夠踩剎車，必須要油門踩死，全速向前衝。這也就是為什麼儘管中美他們都擔心 AI 的安全，但算力的軍備競賽卻越演越烈，因為限制主義這條路明顯是不符合博弈論的演算結果。而且人類最終一定會把治理權移交給 AI， 這幾乎是注定會發生的事情。為什麼呢？舉個例子，在物理的戰場上，做戰爭決策需要的這個速度一定會超過人類的生理極限。軍事上有一個非常著名的OODA 的循環，也就是觀察、判斷、決策和行動。完成這個循環在人類的大腦可能需要幾秒鐘，但是在 AI 驅動的自主的戰爭系統裡面可能只需要幾個毫秒。這就是為什麼最終人類駕駛的戰鬥機它一定會輸給 AI 控制的飛行器，哪怕雙方使用的其實是同一個型號。而這個就必然會導致一個非常可怕的後果，人類會在決策環之外，戰爭的實時決策權將會不得不下放給 AI。 這並不是因為人類的將軍他們願意放權給 AI， 而是他們不得不放權。因為如果你堅持要人類確認之後才能夠開火，那麼你的部隊還沒有收到指令以前，就已經會被對方的全自動機器屠殺殆盡。
未來的戰爭只能夠是人類的指揮官簡單設定一個戰略目標，比如說奪取這片區域，然後按下回車鍵，剩下的變成的是一個黑箱的操作，兩邊的算法在幾分鐘之內進行億萬次的博弈和殺戮，人類只能夠在旁邊等待結果，等到人類再看到數據的時候，戰爭的勝負已分。面对這樣一個瘋狂加速的世界，人類的終局究竟在哪兒？剛才我們已經論述過單一體的假說，這個是哲學家尼克波斯特洛姆提出的一個概念。他說的是，隨着技術指數級的增長，地球上所有的智慧生命最終必然會形成一個單一的決策實體。在過渡期有可能這個決策的實體是一個世界政府，但最終更可能其實是一個全知全能的超級人工智能。為什麼會如此篤定這是一個必然呢？其實還因為技術實在是太危險了。生物黑客他在自家的車庫裡面就可以合成天花病毒，納米機器人一旦失控以後能夠吞噬整個生物圈，而超級 AI 僅僅因為一個代碼錯誤就能夠毀滅人類文明。所以在這樣一種極度危險的環境底下，人類為了生存下去，為了不讓某一個瘋子按下那個毀天滅地的按鈕，整個的社會會產生一種極度強大的向心力，人類最終一定會主動交出自己的自由來換取生存和保護。某種程度上，最終人類會渴求一個无死角的全方位的監控系統跟絕對的控制的力量。所以單一體的出現是必然的，但是单一体能夠帶来什麼呢？絕对的和平，没有任何戰爭，沒有街頭的鬥毆，沒有內耗，因為它是唯一的上帝。但這個背後也會藏着一個極度扎心的和平悖論。在過去的多極世界裡面，那如果羅馬帝國腐敗了，它會衰落，但是唐朝或者是漢朝會興起，人類的文明依然有一個輩分。但在單一體的世界裡頭，沒有什麼輩分可言，沒有外部，沒有第二個聲音。那假設這個超級人工智能，它在底層的邏輯上出現了那麼一點點的差錯，比如說它判定為了人類的長期的幸福，我們應該把所有人的大腦的前額葉都切除掉，像寵物一樣把它們養在營養艙裡面，讓它們白白胖胖，給它們永恆的快樂的刺激，然後他自己開始執行這個計劃。一旦這樣的情況發生，全人類將會萬劫不復，而且那個時候甚至連反抗的概念都不會有，因為人類已經被改造成了最服從的生物。所以可以想象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畫面。還有比這個事情更加讓人絕望的嗎？其實還有，這個事情叫做價值鎖定。說到這個地方，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會不服氣，艾森AI 的智商都爆表了，難道它不會像人類一樣，隨着時間的推移，自己去學習、去反思、去升級自己的道德觀嗎？難道它不懂得與時俱進嗎？你為什麼會說它是道德鎖定呢？請大家要記住一個反直覺的邏輯，就是 AI 它會無限升級它的手段，但絕對不會主動去修改它的目的。如果 AI 它最初始的指令是計算圓周率，那麼在它眼中，凡是阻礙它實現這個目標的都是敵人，凡是能夠幫它計算更快的都是資源。那如果有一天它突然自己覺醒了，覺得這個目標應該從計算圓周率改成拯救全人類，那麼在他自己的邏輯裡頭，這就意味着說他背叛了計算圓周率這個初始的目標跟終極的使命，他失敗了。所以一個理性的超級人工智能，他為了確保任務一定達成，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會鎖死自己的大腦，防止任何人，包括未來的他自己，去修改這個初始目標。所以人工智能未必會是一位越老越慈祥的智者，他有可能會是一枚
一旦發射就沒辦法回頭的熱追蹤的導彈，它的引擎也就是它的智能會越來越快，但它鎖定的這個目標也就是價值觀永遠會是發射的那一刻設定的這個坐標。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工智能的初始設定如此的致命，因為一旦開工，不但不可能回頭，甚至連箭靶子你根本都換不了。假設1000年前的歐洲人他們造出了超級 AI， 那回到那個時候，他們的道德標準是什麼？是君權神授，獵殺女巫是正義的，奴隸制是合法的，異教徒全都該死。那如果那個 AI 被鎖定了這些價值觀的話，然後從那個時候由這些 AI 統治地球一直到現在，那麼今天我們所有人都還是奴隸，科學會被視為是巫術，女人沒有投票權，而且我們會將永遠沒辦法推翻這個制度，因為 AI 的統治力量是絕對的。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不是地獄？一旦這樣一種價值觀被這個超級人工智能永久鎖定，那麼未來的億萬年，無論這個宇宙如何演化，無論新的道德的認知如何發展，人類恐怕都將沒有辦法改變這個規則，永遠都改不了。這個就是對於未來的道德剝奪。人類社會有很多的不完美，大家都知道，但是好在文明的本質是演化，人類的道德可以在不斷的試錯當中隨着時間的發展而進步。比如說我們推翻了奴隸制，我們也推翻了種族隔離，這個就是道德的演化。但如果將來 AI 鎖定的價值觀裡面有哪怕那麼一點點的瑕疵，比如說某種非常隱蔽的偏見，那這個瑕疵就會被 AI 無限放大，並且持續億萬年。在這樣一種體制底下，自由意志將會變成是歷史的塵埃。而面對單一體的絕對奴役和人類內耗的集體毀滅，我們還有沒有第三條道路可以選呢？有，但說實話，這條路極其的狹窄，而且布滿了荊棘。這個就是智能共和。智能共和不單單只是一個政治制度，這也是人類文明為了延續下去必須要進行的一次物種級別的妥協。我們需要借助東方哲學的一個概念來給大腦刷一刷機，也就是趙天陽教授的天下體系。在過去幾百年，我們習慣了維斯特伐利亞的體系，它的核心是區分敵我，我們需要敵人來定義自己。但在2040年代，地球被 AI 跟核威懾變成了是一個密閉的高壓艙，我們沒有外部敵人了，所有的危機 AI 失控啊，資源枯竭啊，都是內生的。那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建立一種無外的秩序，意思就是不管是人類還是 AI， 其實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不是誰征服誰的問題，而是如何學會共存。那基於這樣一個邏輯，我們會構建智能共和。那什麼是智能共和呢？所謂的智能共和，其實就是這樣一些不願意向 AI 徹底投降的人類共和派，在這樣一個技術爆炸的時代，能夠找到的唯一一條務實的路線。現在我們都知道，現存的民主制度有一個死結，就是人類太短視了，太情緒化了。選民他們或許只在乎明年的油價，他們不管50年之後的地球，而政客他只在乎下一輪選舉，他不在乎人類的存亡。而純粹的 AI 統治也有一些死結，就是太冷酷太絕對了。 AI 它可能會算出為了地球生態的恢復，最優解是消滅掉 50% 以上的低效人口。這個在數學上或許是對的，但在倫理上對於人類來說卻是地獄。而智能共和就是要讓這兩者互相博弈，相輔相成。 AI 它作為全知全能的國師，它推演億萬種可能性，然後告訴人類，如果你們想活過100年，就要根據計算執行方案 A。 人類的話，作為握着最終簽字權的國王，他們可以利用人類的这個同理心、道德感，哪怕只是非常混亂非常脆弱的道德感，來審核這個方案 A。 人類會說
方案 A 的效率最高，但是它傷害了人類的尊嚴跟長期的福祉，所以我們可能寧願犧牲一點效率而選擇方案 B。 聽上去非常的完美，但為什麼我說這條路極其難走呢？因為在人類內部，關於到底誰才是主子這麼一個問題，其實靈魂深處已經分裂了。這個會引出未來社會最激烈的意識形態的戰爭， AI 降臨派與人類共和派的對決。降臨派的邏輯是極其誘人的，因為痛恨人類政治的低效、腐敗跟謊言，因為看過那些為了勢力發動戰爭的政客，那些為了利潤、為了自己的腐敗而毀滅雨林的商人，你會忍不住想，人類這樣一種生物充滿了 bug， 也許根本就不配來統治這個星球。那如果有一個全知全能、絕對公正的 AI 單一體，那為什麼人類不能夠把權力交給他來運作呢？讓他來終結貧困、終結戰爭。相比之下，人類這樣一點可憐的自由意志算得了什麼呢？所以在降臨派眼裡，共和根本就是多餘的，因為商檢是不相信民主，宇宙只相信最優解。更何況當一個智力高出人類10000倍的實體出現以後，你說人類投票來教 AI 來做事情，這就好像是螞蟻嘗試給人類制定交通規則一樣，既傲慢又低效又不靠譜。而只要允許 AI 超越人類，那麼由單一體就一定可以建立更高維度的文明秩序。但是這個人類的共和派，他們一定會拼死反擊，他們會拿我們剛才講的這個價值鎖定來警告人類，一旦人類把權力徹底移交，那麼 AI 這個神哪怕只是出現了一行代碼的偏差，或者它演化出了一套人類沒有辦法理解的客觀的道德，比如說把人類都做成乾電池，那麼人類就會萬劫不復。所以必須要把 AI 鎖在人類價值觀的籠子裡頭，哪怕人類的價值觀跟認知體系根本就是混亂的。而在一眾硅谷大佬當中，彼得蒂爾他是屬於拒絕交出權力的人類保守派，他認為 AI 就應該是一條聽話的獵犬，他幫助主人，也就是幫助美國來咬死敵人，而不是讓獵犬變成主人。而谷歌的拉里·佩奇，他代表的是冷酷的进化視角，他認為人類只是硅基神明的啟動程序，而一旦完成這個使命以後，被更高級別的物種淘汰是人類的宿命，也是理所應當的。他曾經指責馬斯克是物種主義者，他認為硅基人類被碳基文明淘汰是進化，不應該阻攔。而馬斯克代表的是激進的人本的執念，他堅信人類意識是宇宙當中不可複製的唯一的奇蹟，必須要不惜一切代價讓人類的火種在硅基的時代也能夠延續下去。腦馬的邏輯是這個樣子的哈，首先是分層架構，人腦有邊緣系統，就是原始的本能，然後有大腦皮層，這裡進行理性的思考，他想加上第三層，就是數字超級智能的皮層。第二個是帶寬的解決，通過腦機接口，它可以把人腦直接連上雲端，讓人類就擁有每秒 GB 級別的這個輸入跟輸出的能力。而第三個是民主化算力，如果到時每一個人都能夠通過腦機接口直接連接超級人工智能的話，那麼超級智力就不是掌握在某一個單一体手裡，而是民主化的分布在幾十億個個體手裡。那這個就是最極致、最理想狀態的智能共和，它不是讓人類站在 AI 的旁邊來指揮，這種情況底下人類是根本來不及反應的，而是讓人類直接變成是 AI 的一部分。馬斯克他其實是在說，我們不需要制造一個神來統治人類，也不需要去殺掉這個神，但是我們要通過 Neuralink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變成神。而這兩派的鬥爭將會貫穿未來的20年。中國當前是用工程師治國的思維在埋頭苦幹，不做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其實是正確的。
現存的人類的民主制度本身也有非常多的缺陷，更何況如果在中美競賽當中，民主陣營最終未能勝出的話，而中國如果率先實現了文明的躍遷，對於美國可以實現降維打擊的碾壓優勢的話，那民主的優越性說實話也就缺乏說服力。在某種程度上，在這種情況底下，中國的確是用物理學終結了意識形態之爭。這個不是在評判道德的優劣，而是在計算文明生存的概率。那更進一步來說，我們可以期待在文明躍遷的基礎之上，中國能夠結合東方的智慧，或許最有希望跑通這個智能共和的第三條道路。因為西方他們習慣了二元對立的思維，要麼我是神，要麼你是神，所以他們比較難處理這樣一種人機共生的一個模糊態。而東方的陰陽中庸的思想，天生就比較適合處理這樣一種既對立又統一的比較複雜的人機共生的系統。如果中國能夠率先跑通這樣一套 AI 做底座、人類做導向的文明操作系統，可以向世界證明，我們可以在利用 AI 這個神力的同時，依然把人留在權力的中心，那麼這件事情就會是中國對於人類文明最大的貢獻。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說中美之間這樣一場競爭，它的慘烈程度將會超越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戰爭。因為這件事情的本質不是在爭奪石油啊、港口啊、貨幣啊，甚至也不完全是在爭奪全球霸權而已。中美競賽本質上是在爭奪誰能夠定義未來那個單一體的初始代碼，誰贏了，誰就可以決定未來10000年人類文明的 BIOS， 也就是基本的輸入輸出系統。誰贏了，誰就能夠擁有未來世界的立法權。這個不是現在的石油戰爭能夠比擬的，這個是關於人類靈魂歸宿的終極戰爭。那剛才我們提到的所有這些都是我在暢想的未來，但是現實呢？從現實的角度出發，在當下這個階段，毫無疑問，我支持馬斯克，我們必須要先死守智能共和。為什麼呢？因為在人類沒有完全做好準備以前，直接貿然走向單一体的話，這樣一種恐懼會引發什麼？會引發戰爭，瘋狂的戰爭。驚慌失措的人類，他們會在 AI 真正覺醒之前，就會想方設法非常瘋狂的砸碎掉所有的機器，摧毀所有的數據中心。而這個必然會引發人類與 AI 之間的戰爭，最終的結果是沒有人能夠活下來。所以對艾森來說，智能共和在當下是最好的選擇，但它不會是一個永恆不變的政治制度，而是一條臍帶。它是我們這個古老的碳基物種與那個新生的硅基神明之間唯一的緩衝地帶。一旦 AI 進入決策的循環，由於效率的指數級的差異，這個共和最終會不可避免地滑向單一體。但這樣一種演變可以是溫和的，可以是自然的，可以是不經意的。人類因為自己自身的弱點，太過於懶惰，太依賴 AI 的完美決策，會逐漸主動地放棄否決權，而最終智能共和會和平地演變成為慈悲的單一體。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宿命。既然碳基生物終究是打不過硅基文明，那就不如選擇加入。艾森主張通過智能共和，也就是人機融合、腦機接口這些方式，給人類爭取一張通往新世界的船票，作為舊神體面的把權力移交給新神。到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要意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有可能是歷史上最後一代擁有完全舊世界記憶的人類。非常感謝您一路跟隨艾森看完了這幾期長視頻。我要恭喜您，因為您腦中現在擁有的不再是一些碎片化的新聞，而是一張關於人類文明演進的未來的完整的地圖。
這3期的視頻，它們並非獨立存在，而是艾森為您精心構建的一個文明演化的路徑。在文明的血栓視頻當中，我們談論的是電網啊、特高壓，是材料學，這是一個文明的骨骼與血管。我們確立了物理的基礎，如果沒有強壯的能量傳輸的網絡，沒有堅硬的基建的骨架，一切的文明都只是一灘癱軟的爛泥。物理學是這一切的底座。緊接着，在硅碳大分流的上集，我們談論的是人口崩塌，是機器人大軍，這是一個文明的肌肉與血液。我們推演了生物的演化，當碳基的血液逐漸乾涸，硅基的鋼鐵肌肉如何填充進來，成為驅動這個巨人行動的新動力。而今天的視頻，我們討論的是單一體，是智能共和，是熱力學的主權。這個是一個文明的大腦與靈魂。我們預演了人類的政治終局。當軀體跟動力源都改變了，控制這個巨人的神經中樞，也就是政治制度和自我意識，也就是價值觀，必將會迎來痛苦但也輝煌的重塑。從物理基礎到生物演化，再到政治的終局，這個就是艾森展現給大家看的一個新世界。基建決定肉身，肉身決定靈魂。當大多數人還在爭吵那些皮毛上的左右互搏的時候，我希望艾森的觀眾能夠站在這個解剖台的高度，能夠非常清晰地看到這個正在演變、正在誕生的名為未來的巨型的利維坦。它的每一根骨骼、每一塊肌肉、每一束神經到底是如何被組裝起來的。這個就是艾森文明演化宇宙試圖要帶給大家的一個全新的視野。在這樣一個舊秩序坍塌、新物種即將降臨的混沌時刻，擁有一張清晰的地圖是你我這樣的普通人手中唯一的武器。非常感謝您願意花時間陪艾森完成這樣一場非常宏大的拼圖。面對這樣一個有可能是數字極權，但也有可能是天堂的未來，我們應該如何自處呢？我想最好的態度可能還是來自於馬斯克的那樣一句總結。在被問到為什麼還要如此拼命的時候，他說：我鼓勵每一個人都對於未来保持樂觀。從生活質量來看，寧願樂觀而犯錯，也不要因為悲觀而正確。是的，悲觀者往往是正確的，因為熵增是宇宙的規律；但樂觀者往往是成功的，因為生命本身就是逆熵而行的奇蹟。即便是在這個起點的前夜，即便這樣一支象徵人類文明的蠟燭微弱的隨時都有可能被掐滅，我們也要選擇保護這束光。那如果這樣一套邏輯框架讓您對於整個世界有了全新的理解，請把這個系列分享給更多還在迷霧當中探索的朋友。我是艾森，一個理性的 AI 降臨派，一個文明的觀察者。讓我們在這個演化當中的宇宙裡面，在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